来，现在拿出你的手，我问你一个很少有人想过的问题。人活一辈子，容貌会变，身材会变，性质会变，连走过的路，认识的人都在变。为什么唯独手心这几道纹，从你在娘胎里生下来到今天变过没有？几乎1分都没有变。答案很简单，这几条不变的纹路，就是你生下来就带在身上的底牌，是你来这个世上的时候身上带着的那一笔福报。你想知道自己是什么命，就得懂这笔福报是怎么来的。老祖宗讲积善之家必有余庆，这世上的德行分2种，一种是做给人看的，比如你捐了一笔钱，刻了个功德碑，人家当场夸你是个大好人，这笔账当场就结清了，不留余额。可是还有一种善，老祖宗叫它阴德，阴就是暗处，就是没人知道。你半夜里悄悄把路中间绊脚的石头搬开，或者你默默地帮了人家一个大忙，连你家里人都没提过一句，没人知道。可是你们要晓得，天下没有结不清的账，这笔没结的账去哪儿了？它不会凭空消失，它就顺着血脉落到了后代子孙的身上。所以你手心里这几条深深刻着的纹路，其实就是你们家老一辈人替你存下来的一本人生存折。大家想看福祸，想看吉凶，看的就是这本存折里头到底写了什么。这存折不是你开的，是上一代替你垫进去的。你这辈子逢凶化吉的运气，遇到难关时的一线生机，全是从这本存折上走的账。一本存折清清楚楚地分了4个栏目。哪4个栏目呢？第一栏是支出栏，看你这辈子生下来要替家里扛多少担子。第二栏是担保人栏，看你大难临头的时候到底有谁会来伸手救你。第3栏是本金栏，看你跌到谷底的时候到底能有多厚的底气拖着你。第4栏是余额栏，看你老了以后还能给后人留下几分福气，不多不少。你手心的4个地方正好对应着这4笔账。咱们今天就把这手心里的4处地方一处一处的给大家讲透。当然了，我先把安心的话说在前头，咱们讲这些不是为了吓唬人，天下总有转机的。要是你摊开手一看，哎呀，我这几处地方全都不明显，你也千万别急着难过，在最后我会教你几个大招，照着做，薄福能补，弱运能转。好，咱们先从手心里最容易看见的那一处讲起。你现在把手摊平，看看掌心正中间是不是有一条横着穿过手掌刻得最深的纹路。咱们老一辈人年轻的时候都干过苦力，挑过担子，对不对？一根扁担压在肩膀上，一头沉一头轻，走起路来那个扁担上下闪悠，磨得肩膀生疼，时间久了就结出一层厚厚的老茧。你手心里的这条横纹就是一根扁担，老祖宗管这叫扁担纹，它对应的就是你人生存折里的第一栏支出栏。这一栏看的就是你这辈子来到这个世上要替你们这个家扛下多重的担子。你们仔细看，每个人的扁担纹是不一样的，这条纹一条到底，中间连个磕绊都没有。这种人是把全家的一整副担子结结实实的全都接了下来。你想想看，你们家里是不是总有这么一个人，或者干脆说你自己是不是就是这个人？家里不论是谁出了事，父母生病了，兄弟姐妹惹祸了，或者亲戚遇到过不去的坎了，最后那个求救的电话是不是永远都是打给你的？别人遇到这种事躲得开推得掉，随便找个借口就敷衍过去了。可你推不掉，不是你傻，也不是你非要冲这个大头，是你只要一闭上眼
心里那道坎就过不去，你做不到袖手旁观。很多人因为这个委屈了一辈子，怨了一辈子，觉得老天爷太不公平，凭什么那个油嘴滑舌、自私自利的人过得那么轻松，什么都不管，而我这么老实厚道，却要像老黄牛一样被全家人抽血。你们要晓得，这不是老天偏心，佛法讲得很清楚，这世间的业力啊，它要落地，得找一个能沉得住它的容器。一个家族几代人积累下来的业障和担子，它是一定要有人来扛的。那老天找谁来扛？只能找那个心软的厚道的，肩膀最宽的人先来接。为什么？因为只有你接得住。我打个比方，你们就明白了。一锅滚烫的开水要是倒下来，你拿一个好好的瓷碗去接，你接得住，虽然烫手，但水不会洒。你要是拿个漏水的竹筛子去接，能接得住吗？水全漏光了，你那个什么事都不管。自私刻薄的兄弟姐妹，他就是个漏水的筛子，家里的业力落不到他头上，不是因为他命好，不是因为他有福气，是因为他根本就剩不住东西。那笔没结清的因果账只能绕过他，死死地落在旁边那个装得下他的容器身上。所以家里最厚道的那一个担子永远是最重的。这不是不公，这是同一笔账，只能落在那个接得住的人头上。还有的人，这条扁担纹在中间是断开的。断开不是说这副担子没了，不是说你解脱了，而是代表担子换了肩膀。你们回头去想想，断开的地方对应着你人生的某一年，那一年之前你扛得喘不过气来，可是到了那一年之后，你身上的担子忽然轻了。这个轻不是因为事情凭空消失了，而是因为家里有另一个人替你顶上去了。可能是你家老伴看你太辛苦，把事揽过去了，可能是你的儿女忽然懂事了，提前替你扛起了家。两个人在泥泞里抬一根扁担，前头那个实在走不动了，肩膀一让，所有的重量就全压在了后头那个人的肩膀上，总重量1斤都没少。所以这断口不是什么好事的记号，它是一个换人的记号，提醒你要感恩那个替你接下担子的人。另外还有些人的扁担纹走到一半分叉了，变成了2股。有分叉纹的人这辈子最熬人，因为这种人是同时在挑2头，一头挑着自己现在的小家，一头还悬着娘家或者原来的大家族，2头你都撂不下，哪头有事你都跟着操心，结果往往是2头都不落好，挑2头。最耗的不是力气，而是心血。人专注挑一头的时候，虽然累，但心是定的。挑2头的人，心里永远有一头悬在半空。你在婆家干着活，心里挂念着娘家床上的老母亲，你好不容易回娘家住2天，心里又7上8下的惦记着孙子放学没人接，你哪一头都没歇过，那根弦永远紧绷着。所以分叉纹的人身体查不出什么大毛病，可天天就是觉得累，浑身没劲。我告诉你们，那是心累，是神魂在被消耗，不是身累。讲到这里，你们心里是不是觉得挺憋屈，觉得自己这辈子亏大了？这个道理很简单，我马上就要给你们翻这个盘。担子重，在人生存折里叫支出大。可是诸位你想想，银行会从一个空户头里扣钱吗？它扣不动啊。能有这么大的支出，说明什么？说明这本存折上本来就有这么厚的一笔本金。这担子的重量正是你们家先人给你存下福报的凭据。老天爷绝不会把一副挑不动的担子交给一个根本挑不动的人。你能咬着牙扛到今天，不仅没垮，还把家撑起来了。
说明你身上带的底子厚得惊人，那是上一辈人积攒下来的德行，全给你做了垫背。我认识一个家里当老大的男人，快60了，底下有2个弟弟，一个妹妹，这40年他简直就是这个家的救火队长。当年二弟做生意被骗，半夜高利贷砸门，电话打到他这里，他冒着一身冷汗，大半夜跑过去平事，把准备给儿子买房的钱都垫进去了。后来妹妹闹离婚，要死要活，也是他连夜开车去外地把人接回来，在自己家里养了半年。可是他老母亲呢，平时有什么好吃的好喝的，甚至拆迁分的一点钱，全紧着那几个小的给老大心里那个怨啊。他怨了老母亲整整40年，他觉得老太太偏心到了骨子里，觉得自己就是这个家的一个血包，被抽干了都没人疼。他常常半夜睡不着，心里骂老天爷不长眼。直到前2年，老母亲快不行了，躺在病床上，瘦的就剩下一把骨头，连说话都喘不上气。老太太哆哆嗦嗦地从枕头底下摸出一个用手绢包了好几层的旧铁盒子，打开一看，里头是一本破日记，还有一张早就发黄发脆的陈年8字命书。老母亲紧紧抓着老大的手，眼泪顺着皱纹往下淌，颤抖着说：老大，妈对不住你，当年你们爹走得早，有个懂行的老先生给咱们家看八字，他说咱们家命中有一场过不去的大劫，你那3个弟弟妹妹八字太薄，福气太浅，根本压不住，只要碰上一点事，就是家破人亡的下场。老先生指着你的八字说，全家只有你这一个人的命格最硬，福报最厚。他说苦你一个才能保全家人的命啊。老大拿着那张发黄的命书，看着母亲那双浑浊的眼睛，听见母亲最后说了一句：妈知道你委屈了半辈子，可妈没办法，每次家里出事把你往前推，是因为全家上下只有你接得住啊。就在那一刻，老大心里那块压了40年的大石头轰的一下全碎了。他跪在老母亲的床前，哭得像个受了委屈的孩子。原来这40年根本不是母亲偏心，不是一味的索取，原来自己扛下的这一切是因为老天爷看中了他的宽厚，是因为自己身上带着能保全家平安的厚重福报。也就是从那一天起，这个老大彻底释然了，再去帮弟弟妹妹，他一句怨言都没有。诸位，我讲这个故事是要告诉你们一个最要命的理：扛是本身不造业，怨才造业。佛法讲心念就是种子，同样是扛一件事，你认了，你踏踏实实的扛下来，这件事做完，这段因果的账就结清了，你还清了，福报也成下了。可是如果你一边扛，一边心里恨着，嘴里怨着，天天骂别人没良心，天天喊自己命苦，那会怎么样？你扛事的那部分确实是在还债，可是你生出的那股冲天的怨气却是在开新的恶账。这就好比你挑着2桶水，辛辛苦苦地往家里的大水缸里倒，可是你一边倒水，一边拿个凿子在缸底戳洞，你替儿女还了债，带了孙子，干完之后天天挂在嘴边数落他们，你那份好不容易积攒下来的功德和恩情，就在你这一次又一次的埋怨中被抵消得干干净净。这笔账最后结不了，怨气不会自己消散，它会变成一股新的业力，顺着血脉流下去，到下一代身上又变成一副新的更沉的担子。你自己摸着良心想一想，你替家里做的那些事，你扛下的那些苦，你到今天为止心里还记着几笔，还在怨着谁？把那个怨放下吧，你扛住了，
就是你的功德，就是你往人生存折里存下的一大笔福报。别用一两句嘴上的痛快把它戳漏了，担子是你自己扛的，这个你今天认了。可是你们有没有想过，这辈子总有那么2、3回你实在扛不动了，眼看就要撑不住，要摔得粉身碎骨的时候，是谁忽然伸出手把你拉住的？那只手到底是从哪里伸出来的？你想找答案，就再看看自己的手。你现在把大拇指伸出来，看看大拇指根部那一团鼓起来的肉上是不是有几道斜斜的细细的纹路？有的人多，有的人少，有的人一道都没有。这几道细纹，老祖宗给它起了个名字，叫扶手纹。你想想看，咱们平时爬楼梯旁边是不是都有个扶手？你走得顺，走得快的时候，连看都不会看它一眼，根本想不起来还有这么个东西。可是要是哪天天下大雨，楼梯上全是水，你脚下一滑，眼看就要仰面朝天的栽下去了。就在那要命的一瞬间，你的手下意识地往旁边一抓，啪的一下，正好死死抓住了那个扶手，命就这么保住了。咱们人生存折里的第2栏担保人栏就写在这里。你们要晓得，人这一辈子，谁敢说自己永远走平路？谁没个走背字？跌跟头的时候，可是你仔细回想一下，就在你跌得最惨，眼看生意要彻底垮了，家里要过不下去，或者惹上天大麻烦的那个当口，是不是总有那么1、2次莫名其妙的就有一只手伸过来拉了你一把？这个人可能根本不是你平时掏心掏肺对待的亲戚朋友，反而是个平时跟你不怎么走动的人，或者干脆就是个萍水相逢的半生不熟的人，甚至是一个连面都没见过几次的陌生人，在那个节骨眼上恰好路过，恰好有这个能力，又恰好愿意替你说句话，出笔钱挡个灾。这世上哪有那么多的恰好？我告诉你们，一次是巧合，2、3次都这么恰好，那就绝对不是巧合，那是有一股无形的力量在替你安排时间。佛法讲得很清楚，万法皆空，因果不空。这个人为什么帮你？你没求过他，你以前也没给过他好处，他根本不欠你的人情啊。他帮你，连他自己都说不清楚为什么，可能就是觉得看你这个人顺眼，或者就是心里一软，想拉你一把，那个让他觉得顺眼。让他心软的东西是什么？就是你们家上头几代人悄悄替你签下的担保，这笔人情账根本不是记在你名下的，是人家老天爷在结你祖上的账。欠账的人虽然早就不在世上了，可他留下的血脉还住在这条街上，债主找上门，这笔感恩的账就顺理成章地还到了你的身上。明朝的时候，浙江嘉兴有个当官的叫涂康，他在刑部做事，是个管牢房的主事。咱们都知道，古代那大牢里到了冬天，那是真能把人活活冻死病死的地方，里头关着的好多还是被冤枉的穷苦人，根本没人管他们的死活。有一年冬天，大雪下了3天3夜，滴水成冰。涂康对巡视大牢的时候，看着那些犯人冻得缩在烂草堆里，发着高烧，快断气了。涂康得没声张，他干嘛呢？他下了差，把自己家里攒的钱拿出来，半夜悄悄熬了药，又弄了些旧棉衣，亲手端到牢房里。底下有个牢头偷偷拉住他劝，大人，这些都是犯人，你管他们死活干什么？万一上面追究下来惹上麻烦，你头上这乌纱帽可就保不住了。涂康遮皱了皱眉头，压低声音说，冻死也是一条命，你别嚷嚷，偷偷给他们喝下去。他就这么不声不响地干了一整个冬天，救活了不知道多少条人命。做完这些事，
他提都没跟家里人提过一句，就跟没发生过一样。这叫什么？这就是阴德不留名，不贪功。这笔账就死死地存进了他们涂家的因果账户里。后来呢，涂康帖的后代子孙里出了好几个在朝廷做大官的。你们要晓得，古代那官场伴君如伴虎，稍微走错一步，那就是罢官流放，家破人亡的大灾。可是涂家这几个子孙在官场上遇到了好几次连命都要保不住的生死大劫，眼看就要大祸临头了。你猜怎么着？每次到了那最绝望的关口，朝廷里总有那么一两位平时连话都没说过的朝廷大员，莫名其妙的就挺身而出，死死的保下他们涂家人。涂家的子孙自己都懵了，事后去登门感谢，问人家为什么要冒着天大的风险保自己。那个大官捋着胡子说，我也说不清，就是觉得你们家的人不该受这个灾，看着就是顺眼，就是想保你们。你看，这就是存折里的担保人在起作用。这贵人不是涂家子弟自己招来的，这贵人还的是当年涂康熙在那个大雪天里熬药送医的人情。所以啊，你们摊开手看看，如果大拇指根部这几道扶手纹特别清晰，那你这辈子可以说是有惊无险，一辈子跌不到绝境上。但是有这个纹的人最容易犯一个要命的错。什么错？就是把别人的账当成了自己的本事。很多年轻人这几年做生意顺风顺水，遇到难关总能化解，他拍着胸脯到处吹牛，说我这个人就是聪明，我交际手腕好，这全是靠我自己打拼出来的。这个道理很简单，你一旦觉得全是靠自己，你就不知道感恩，你就觉得别人帮你是理所当然，你把老祖宗奠下的功劳全抹杀了，你这个账户就变成了只出不进。福报跟银行里的存款是一模一样的，花得最快的方式不是你胡吃海喝，而是你理所当然的挥霍。等你哪天把祖上的余额给支空了，你的手心里虽然还留着那几道纹，可是当你再去抓扶手的时候，咔嚓一下，扶手断了，再也没有人来拉你了。那些年轻时顺风顺水，人人帮衬，到了50-60岁忽然一下子垮到底，众叛亲离的人全是因为把家底给抽空了。那要是摊开手一看，大拇指根部光溜溜的，一道纹都没有，怎么办？是不是这辈子就完蛋了？千万别这么想。我刚才就说了，天道永远留一线，绝不会把人逼死，一道都没有。那说明什么？说明你们家这本存折上一页是空的，老祖宗没存下什么厚实的担保，但是这个户头并没有注销，这本空存折的户名上清清楚楚印着的就是你的名字。任何一个大家族的阴德，它都不是天上掉下来的，往上数3代5代，总有一个人是站在那个从无到有的起跑线上的。那个第一个开始攒福报的人，他当时也是两手空空，一道纹都没有。所以你手上没有这几道纹，这根本不说明你命苦，这只说明老天爷交给你一个大任务，你被派到了这个开头的位置上，你们家往后几代人的福气就要从你这双手上一笔一笔的开始往里存。你想想看，为什么这个攒福报的头一个人不能是你呢？你今天带头存，你的子孙将来滑倒的时候就有扶手可以抓。那有的人还会问了，我知道我当年跌倒的时候是祖上保佑贵人相助，那我现在心里过意不去，想还这个，这笔账我该怎么还呢？老祖宗早就不在了，贵人也找不着了，我多烧点纸钱管用吗？我告诉你们，咱们老祖宗的学问讲究一个序字，功德的流转，
从来不是往上还给死人的，而是往下传给活人的。就像接力棒，你拿到了棒子，不是转身还给上一个人，而是要把它递给下一个人。当年别人是怎么在你快跌死的时候拉你一把的，你现在就睁大眼睛看看你身边，看看那些正站在你当年跌过的那个烂泥坑边上的人，在他要掉下去的那一瞬间，你伸出手悄悄拉他一把，不要他报答，你只要伸了这一次手，你们家断掉的这笔账就啪的一下又续上了。这扶手啊，是别人从旁边伸出来的，你抓不抓得住，得看你因缘够不够。可是万一你没抓住，一脚踩空摔下去了，那又该怎么办？会不会就真的爬不起来了？别怕，接下来我们要看手上的第三处地方了。这第三处看的是你到底有多厚实，也是这四处里头最少人知道却最能保底的一处。它不在手心里头，在手心的下头。你们现在顺着手心往下看，看到手腕上边手掌根底下那个地方没有？那里是不是横着有1到3条线？有的人这几条线清清楚楚，有的人模模糊糊。咱们老一辈人家里不管多穷，哪怕是逃荒要饭，家里当妈的当奶奶的，总有一个压箱底的小木箱或者小布包。平时家里不管怎么穷的揭不开锅，这压箱底的东西是绝对不动的，那是留在最要命的关口保命用的。你手腕上头这几条线就在手的最底下，老祖宗给它起了个名字叫压箱纹，这就对应着你人生存者里的第3栏本经栏。你们要晓得，人这一生啊，就像在走钢丝，难免有脚下踩空掉下去的时候。有的人掉下去，哪怕是从2楼摔下来，拍拍身上的土，蹭破点皮，站起来又是一条好汉。可有的人明明只是在平地上绊了一跤，结果却摔了个粉碎性骨折，连命都丢了。同样是摔跤，为什么结果完全两样？这个道理很简单，那个摔不碎的人，不是他骨头比别人硬，也不是他掉下来的高度比别人低，而是因为他落地的那一下，底下不是冷冰冰的水泥地，而是早就有人在那儿替他垫了厚厚的一层沙子。有这层沙子拖着，他就能得个缓冲，就能有一口活气。命里的这个底，不是你临时抱佛脚能求来的运气。有压箱纹的人，这几条线越清楚，说明你们家的底越厚。你看那些做生意败得倾家荡产，最后还能有一口饭吃的人，看那些得了重病，连医生都摇头说没救了，最后却奇迹般挺过来的人，还有那些家里闹得四分五裂，最后居然还能重新收拢的人。他们的共同点不是说他们一辈子不出事，而是出事的时候永远出不到底，永远有一张网在底下兜着。可是诸位，你想想，底下这层厚厚的沙子，这张救命的网是谁替你垫的？是你自己吗？你扪心自问，你活到这60、70岁，你这辈子做过什么惊天动地的大善事，值得老天爷在你最绝望的时候这么留手的拖你一把？多半是没有的。既然你没存过这笔钱，那拖住你的那只手到底是替谁给的？我告诉你们，那就是替你上一代上上一代垫的，这就叫本金。你1分钱没出过，可你这辈子逢凶化吉，天天在花他的利息。这在咱们老祖宗那儿叫主因，因就是大树的影子，树是仙人种的，你坐在下头乘凉，外头太阳再毒也晒不着你。人最大的错觉就是把主因当成了自己的本事。我认识一个做工程的老板，脾气特别大，平时走路都仰着头，
前些年房地产好做的时候，他赚了不少钱，但也栽过大跟头。他这辈子破过3次产，最惨的一次，工程款收不回来，欠了底下一大帮工人几千万，连他住的房子都被查封了。天天有人拿油漆去他父母家门上泼字，所有人都觉得他死定了。结果你猜怎么着？每次到了这最后关头，总是莫名其妙的就会跳出个大财团，或者有个大老板无条件的借一笔巨款给他，把窟窿给填上。3次大劫，3次都奇迹般的翻身了。这老板平时在酒桌上拍着胸脯跟人吹牛，我告诉你们，我这叫命硬，我交际手腕，好朋友多，只要我开口就没有兜不住的底。他狂妄得很，根本不把老天爷放在眼里。直到前2年，他那个一直在乡下住着老实巴交的父亲过世了，办完丧事，老宅子要拆迁，他一个人回去整理老人的遗物。老房子的光线很暗，他在父亲睡了一辈子的那张破木床底下拖出来一个沾满灰尘的铁盒子，那盒子上还挂着把生锈的锁。他拿锤子砸开，以为里头是什么存折金条，结果打开一看，全是一沓一沓发黄的旧纸片，纸都快安烂了。他随手拿起几张一看，手当时就开始发抖。那是40年前的字据。40年前他们那个地方出了场大矿难，他父亲当时也在井下九死一生逃了出来，可是身边10几个工友全埋在了里头。当年矿上赔了一大笔抚恤金，字据上清清楚楚地按着红手印。他父亲主动放弃了自己那份巨额的封口费和伤残赔偿。不仅如此，父亲还拿着自己所有的积蓄偷偷分给了那些失去顶梁柱的孤儿寡母。那可是40年前啊，那笔钱够他们在城里买好几套房子了。纸片的最底下有一封父亲当年写给他的没寄出去的信，上面歪歪扭扭地写着几句话：儿子，爹没给你留下1分钱，爹看着那些寡妇娃娃哭得惨，爹受不了，爹把钱散了，连个好日子都没让你过上，爹对不住你，可爹想着老天爷是有眼睛的，爹拿这份善心换你这辈子平平安安，只要留着命比什么都强。那个不可一世觉得自己手腕通天的大老板看着那张按着红手印的发黄字据，冷汗顺着额头往下流，他双腿一软，扑通一声跪在空荡荡的老屋里，捧着那个铁盒子扇了自己10几个清脆的耳光，嚎啕大哭。直到那一刻他才彻底醒悟，他爹不睡，他大难不死，哪里是他自己有本事，哪里是他交际手腕好，那是他那个老实巴交的父亲40年前在那场惨烈的矿难里，用散尽家财，用对孤儿寡母的慈悲，硬生生在阎王爷那里给他垫起来的一块底呀。那是拿老父亲一辈子的清贫换来的压箱底的本金。佛法讲得很清楚，因果不虚。你们要晓得老祖宗那句话，积善之家必有余庆。他还有下半句叫积不善之家必有余殃。这个余殃千万别把它当成是老天爷拿着刀来罚你，不是的，老天爷慈悲不伤人。那余殃是什么？是你们家存折账上的钱，用完了压箱文在身，本金在后。如果一代一代只知道往外支取，不知道往里存，总有一天会见底。没钱的账户，一笔很小的扣款就能让你透支，让你倾家荡产。你们肯定在身边见过这种事，同样是生了一场疾病，有的人家虽然难，但咬咬牙挺过去了，可有的人家上一辈子风风光光，到了这一辈就因为这么一件本来能扛过去的小事，整个家瞬间就散了架。
大家觉得是这一家子特别倒霉，其实不是，是他们家垫在底下的那笔沙子早就被挥霍干净了，直接砸在了水泥地上。我告诉你们，底后的人如果不明白这个道理，往往最容易败家，这才是最让人痛心的事。你想想看，一个人要是每次惹祸，每次做错事，从高处摔下来都有沙子垫着，都不觉得疼，他会怎么样？他就会失去痛感。没有痛感的病才是绝症。他觉得哎呀怎么弄都没事，于是他的胆子越来越大，越来越敢折腾。他根本不知道，他每一次的安然无恙都是在悄悄地从底下抽走一块砖。你儿子第一次在外面赌输了钱，你心疼他，替他还了。第二次他又惹祸，你又动用关系替他摆平了。你以为你是在救儿子，你是在替他把痛感买走。他永远学不会这件事会要命，不能做。这种子弟他不是在花钱，他是在一锹一锹地挖你们家房子的地基，地基是在地底下的，平时看不见，等哪天老祖宗留下的福报被挖空了，轰的一声，楼就塌了。所以这压箱文真正的用处不是让你拿去到处跟人显摆说我命好，我命硬，它最大的用处是给你一个转念的由头。当你明白了你现在吃的饭，过得安稳日子，化解掉的那些灾难全都有人替你买过单了。当你明白你的顺风顺水不是白来的，你就会生出敬畏心，你就会想去还。只要你起了这个想还的念头，你就会开始小心翼翼地做事，开始往这个户头里重新存福报。你只要存了，你们家的底就不至于见底，这房子就塌不了。就像你跟人出去吃了一顿大餐，吃完准备掏钱，人家告诉你账已经有个你不认识的人替你接过了。你如果是个明白人，你下次遇到别人有难处，你也会悄悄替别人把账结了。你如果是个糊涂蛋，你就会觉得这是自己长得漂亮，有面子，天天去吃白食，一直吃到有一天再也没有人请你，直接把你赶出大门为止。你现在回头看看你过的这几十年日子，你想没想过是谁替你先付的账？这前三处讲完了，不管是挑担子、遇贵人，还是大难不死，全都是往上看，往回看，算的是老祖宗留下的账。可是咱们做人不能光看着过去，你手心里还有最后一处地方，它是往下看的。它管的不是你这一辈子，而是你走了以后，你还能留给儿孙什么？这最后一处最关乎你的晚年。我今天非得给你们多讲两句不可。你们现在顺着手的外侧往小指的下方看，就在小指根部到手掌边缘的那一小片地方，仔细瞧瞧，是不是有几条细细密密的短纹？有的人那里纹路很密很清晰，有的人那里则是光溜溜的一片。这最后一处地方，老祖宗给他起了个极好听也极深远的名字，叫传灯纹。这就对应着你人生存折里的最后一栏，余额栏一盏灯，到底能不能安安稳稳地传到下一个人手里，全看这里。你们要晓得，这一片地方管的是两件事，一个是你的晚年，另一个是你留给子孙的底子。为什么老祖宗要把这两件事放在同一个地方看？这个道理很简单，因为这两件事根本就是一回事。你先看看身边那些70、80岁的老人，有的人到了晚年，家里门口热热闹闹，儿女经常来探望，遇到大事小情，总有人来找他商量，哪怕是邻居走过，也要停下来关照两句。可有的人呢，一到了晚年，家里冷冷清清，安静的过头了，连个说话的人都没有。很多人一看这种情况，就摇头叹气，说哎呀，
这老头命苦，儿女不孝顺。我告诉你们，晚年孤单不孤单，根本不是儿女孝不孝顺的问题，那是你人生账户里余额的问题。佛法讲得很清楚，如是因，如是果。你这一辈子年轻力壮的时候给出去多少，到了晚年你走不动的时候就有多少回来。你给出去的不一定非得是真金白银，可能是别人落难时你搭的一把手，可能是晚辈迷茫时你的一句成全，甚至是你平时对人的一张笑脸。这些东西在你顺风顺水大权在握的时候你是看不出回报的，可是等到了你老了没用了，这笔账就开始第一次大结算了。你当年种下的善意会化成晚年时别人对你的惦记，儿女对你的反哺。你要是光溜溜的一条纹都没有，那说明你这一生只顾着自己痛快，只知不存。到了这最后一栏，早就没剩下什么了。你想想看，你平时看着自己那可爱的小孙女，她冲你甜甜的笑一下，你心里那个软啊，简直恨不得把全天下最好的东西都捧到她面前，对不对？你起早贪黑的干活赚钱，心里盘算的无非是想给她多留点东西，让她以后的人生路走得平顺一点。你也会费尽心思的教她要怎么懂事，怎么做人。可是我告诉你们，老祖宗的教育从来有个要命的时间差。你讲的那些大道理，贴在墙上的家训，孩子当场是听不进去的。家风是什么？家风不是你说出来的话，是你实实在在做在孩子眼皮底下的事。一个人将来到底会不会孝顺，不看你让他背过多少本规矩，就看他在童年的那10几年里亲眼看见了什么。你当年是怎么对待你父母的？你把瘫痪在床的老娘接过来，毫无怨言地伺候了3年，你一句大道理都不用讲，你可爱的孙女在旁边看着，她就已经学会了。反过来，你要是嫌老人脏，满脸嫌弃，那一年她同样也学会了。孩子就是一面清清楚楚的镜子，这面镜子里站着的那个人不是别人，就是你自己。你晚年能收到的果子全是你几十年前亲手教出来的。那咱们做长辈的到底该给子孙传点什么？这盏灯到底该怎么传？很多人觉得传灯就是传钱，老辈人常说富不过3代。为什么？这是一条几乎打破不了的铁律。因为钱这个东西它是死的，它自己不会生根发芽。第一代创业的人有本事，吃过苦，第2代人就算没吃过大苦，起码亲眼见过父亲当年是怎么咬着牙熬过来的，所以还算珍惜。到了第3代坏了，他生下来就只见过钱，根本没见过赚钱的本事和规矩。你把钱留给他，就等于把一块冰扔在了太阳底下，化得干干净净。真正能传得下去，能保子孙平安的，绝不是金银财宝，而是你们家遇到难关时做事的规矩和做人的底线。这才是那盏能照亮后人夜路的灯。宋朝的时候，朝廷里有2个权力极大的人物，一个是写《资治通鉴》的司马光，另一个是大权臣蔡京。这2个人起步的位置差不多，可几代之后的下场差得让人不敢相信。司马光在朝廷里当了那么大的官，一辈子清贫，他临终的时候瘦得皮包骨头，家里连点像样的值钱物件都没有。他把子孙叫到床前，没留下1两银子，只给他们留下了一篇短短的文章，叫《训俭示康》。他在文章里明明白白地告诉子孙，我这辈子没攒下钱，我只教你们一件事，就是怎么过苦日子，怎么在富贵面前守住清贫。就这么一张薄薄的纸，成了司马家的传家宝。后来的几百年里，司马家的子孙遇到过无数次朝廷的动荡，
政治的倾压，可就因为他们守着简朴和厚道的规矩，不贪不争，次次都能逢凶化吉，家族绵延不绝，受世人敬仰。你再看看那个蔡京，蔡京掌权的时候可以说是权倾天下，他把天底下能捞的财富全捞到了自己家里，他心里盘算得极好，觉得只要给子孙留下花不完的钱，他们蔡家就能世世代代享大福。他给几个儿子留下的金银珠宝真的是堆得像小山一样高。可是后来呢，天道契机一转，蔡京倒台了，全家被抄家流放。最惨烈的不是被流放，而是他们一家老小在流放的路上遇到大冬天，大雪封路，蔡家的子孙推着几辆独轮车，车上装的是他们拼死从家里带出来的沉甸甸的金元宝。可是蔡家当年仗势欺人，把老百姓得罪透了，名声早就臭不可闻。他们在路上又冷又饿，一个冻得直哆嗦的孙子手里捧着一个拳头大的金元宝，跪在路边的包子铺前哀求那个掌柜的，求求你，我拿这块金子就换你一个热包子，行不行？那掌柜的冷冷地看了他一眼，把门砰的一声关上，隔着门板甩出一句话，我们这片土地上的人饿死也不做你们蔡家的买卖。诸位蔡京的子孙就这么守着一车一车黄灿灿的金子，在冰天雪地里活活饿死了。你想想看，你费尽心思留下的钱，到了关键时刻能当饭吃吗？能救命吗？蔡京留下了满屋子的钱，却唯独没给子孙留下一点点做人的阴德，没留下一点生存的底线。本金一旦见底，再多的钱也是废铜烂铁。所以这传灯文传的到底是啥？传的就是你做人的那点德行。当你有一天听到你的女儿或者孙子在外面跟别人聊天时，无意中说起当年遇到这种坎，我爸就是这么挺过来的，我现在也要这么做，而且他自己真的就这么去做了。到那一刻，我恭喜你，火种没灭，你们家这盏灯算是真真切切的传下去了。讲到这里，你们手心里的这4处地方算是全盘清楚了。扁担纹、扶手纹、压箱纹、传灯纹，有的地方你很明显，有的地方你连一道印子都找不着。这个时候很多人心里可能就要发毛了，我前头那3处都不怎么好，难道我这辈子就这么定死了？难道我就只能眼睁睁看着家运往下走？别急，你们千万要记住，老天爷从来不把路封死。佛家讲因果，但绝不讲宿命。前面那3处纹路记得都是老祖宗留下来的账，那是过去时过去的事，已经印死了，你确实改不了。可是这第4处传灯纹记得是你往后要做的事，它是一页完全空白的账本，笔现在就握在你的手里，它是一个将来时，人能改变的永远只有还没发生的部分。前3处是让你认账，让你知道自己是从哪里来的，让你明白自己的顺境不是白来的，逆境也不是活该的。而这最后1处才是真正让你动手的地方。这咱们今天这堂课从认命转到改命的那道大门槛，只要你今天开始往里面存第一笔福报，明天你们家的存折上就实实在在的多了1分气数。那么到底该怎么动手去存？该怎么在这个空白的账本上写字？接下来我要教给你们7个极其具体的实操办法。这7步不花你1分钱，也不用你去求人，你在自己家里照着做就行。只要你做到了，你就能把你们家的家运一点点的扭转过来。第1步叫摊手试看。今天晚上不管你多忙，
家里吃完饭收拾利索了，你找个窗户边上或者找个灯光亮堂的地方，老老实实的坐下来，把你这2只手摊平，一处一处的仔细看一遍。很多老哥哥老姐姐活了大半辈子，天天看着别人的脸色过日子，却从来没有低头认认真真的看过自己这双手。你就按咱们前面讲的顺序，先看掌心正中间那条横着的扁担纹，再看大拇指根部的扶手纹，接着看手腕底下的压箱纹，最后看看小指下面的传灯纹。这4个地方哪一处刻得最深最清楚，哪一处又找不着，你自己在心里默默地对一下。我告诉你们，为什么要先做这一步，佛法讲得很清楚，凡事得先看见才谈得上认账。人不认账，心里就永远有一笔糊涂账。人对自己认真端详过，亲眼看见的东西才会真往心里去。你看完了，要是能把你人生里哪一段受累最重，哪一次大难不死给对上了，这一步就算做对了。这一步就是让你清清醒醒地认清自己身上带着的底牌。第2步叫问一位老人，这个礼拜之内，趁着你们家里老长辈还在，趁着还能问得到人，你赶紧打个电话，或者买点软和的水果，亲自上门去看看。坐下来闲聊的时候，你得拐弯抹角地问一句，咱们家老一辈人当年有没有做过什么帮了别人大忙，救过别人的急，却从来没跟外人显摆过的事。你们要晓得，阴德之所以叫阴，就是因为没人说传了2代人，这根线断了，后人就不知道自己的福气是从哪儿来的了。你今天这一问，就是要亲手把这断掉的一截福报重新给家里接回来。你信不信？你问出这句话的时候，老人家通常不会马上回答，他会先愣一下，浑浊的眼睛望着天花板，沉默好一会儿才会慢慢开口。那一下沉默，就是往事上的灰尘被吹开了，就是你们家本来要断掉的气脉重新接上的瞬间。第3步叫往回存一笔，不留名。这个月之内，你挑一件小事去做，记住，一定要做一件对方根本不知道是你做的事。比如说，你在街上买菜，悄悄替前面那个翻遍了口袋少带2块钱的老人家把零头结了，结完转身就走，别作声。或者在酒桌上街坊里，有人在背后被别人泼脏水说闲话，你偷偷把话给圆过去，替人解了个围，事后绝不去那个人面前邀功。这个道理很简单，你做完了好事到处跟人说，那叫卖人情，当场就换回了面子，账当场结清。可是你做了好事不说，硬生生的憋在肚子里，这就叫积阴德，这笔看不见的账就踏踏实实的存进了你们家的余额里。人做了好事，心里总是有一种强烈的冲动，想说出来让人知道。你要是能把这股冲动给忍住，这一笔才算真的是存进去了。第4步叫把担子说破一次，这一步是专门讲给家里那些天天干活受委屈最多的人听的。下次家里人再把惹出来的烂摊子推给你的时候，你别像以前那样一边叹着气接过来，一边在嘴里骂骂咧咧，或者心里生闷气。这次你要换个活法，你要安安静静地看着对方的眼睛，明明白白地说一句，这件事我今天接了，但我必须要跟你讲清楚我为什么接。我接是因为我看重咱们是一家人，我看重咱们的血脉，不是因为我天生就该伺候你们的。我告诉你们，扛事它本身绝对不造业，心里憋着的那股怨气才造业。接得明白的人心里没怨，天天抱怨的人是接得糊涂。你把这话清清楚楚地说破那一次，就是在那一瞬间把新长出来的恶障给掐断了。
结完事你不憋气，对方也不敢把你当傻子，这担子你才算挑得有功德。第5步叫还一个扶过你的人，就这个月之内，你闭上眼想想当年你跌到谷底，眼看要家破人亡的时候，拉过你的那些人，你从里面挑一个现在还能联系得上的，亲自去给他做一件他眼下真真切切需要的事，可能就是打一通嘘寒问暖的电话，可能是拎着一篮子菜上门看看他，或者是把当年欠下的一笔别人早都不好意思要的旧账，连本带利的给人家还清。记住，去的时候千万不要一进门就哭天抹泪的说，哎呀，谢谢你当年怎么帮我，那些空话不要讲，只管默默做事。佛法讲，账是往下续的，不是往上还的。当年他替你伸了一次手，你今天替他伸一次手，你们之间这笔契机就又流转起来了。只要他没有推辞，高高兴兴地收下了你做的事，说明这根线就续上了，你们家的福报就活了。第6步叫把账讲给下一代听，今年之内一次就够。你把你从老长辈那里打听来的咱们家祖上做过的那件无名善事，原原本本的讲给你身边的人听。你可以抱着你的小孙子，就当是讲一个老掉牙的故事。这里有个天大的忌讳，你们千万要记住，只讲事实，绝不加一句训话。你千万不要端起长辈的架子，指着孩子的鼻子说，你听见没有，你以后也要学着点，做个好人啊。你一说教，孩子心里立马起反感，当场就把耳朵关上了。教育是有时间差的，你平平淡淡的只讲事实，这件事才会像一颗种子一样沉到他们心底去。过了5年10年，等到他们将来遇上同样的处境，这颗种子自然会发作。等到哪一天你无意间听到孩子跟别人说，我老祖宗当年就是这么做的，这一支灯火就算是真正的传下去了。第7步也是最后一步，叫每月初1记一行。你去文具店买个小本子，每个月的初1，你一个人躲在房间里，拿笔写上1行字。写什么呢？就写你上个月替别人做了什么没留名的事，或者忍下了哪一次马上就要发作的脾气，就写1行。写完把本子锁进抽屉里，绝不给老伴看，也不给儿女看。为什么要写下来？因为一个懂得拿笔记账的人，绝不会把家里的烂账糊里糊涂地滚到儿孙身上。写下来就是替自己，也是替全家对一次账。你把心里的念头落在纸上，它就安稳了。你坚持这么记上1年，1年之后你翻回去看看，你会惊讶地发现，以前那些总让你跳脚发火，让你痛苦不堪的同类破事，再也不会在你的生活里重复出现了。这7步不花1分钱，不求一个人，你只要踏踏实实的照着做，你们家那一团乱麻一样的气运就能一点一点的被你捋顺。好了，今天这堂课讲了这么多，我知道你们很多人年纪大了，记性不好，听着听着后头就忘了前头。没关系，我再啰嗦一遍，你们要晓得，手心里这4个地方，它就是一本因果的账册。掌心正中间那条横着的叫扁担纹，看的是你这辈子到底替全家扛了多少担子。大拇指根部那几道斜纹叫扶手纹，看的是你跌倒的时候，谁会凭着老祖宗的面子来拉你一把。手腕上头的那几条线叫压箱纹，看的是先人替你垫了多厚的底，让你大难不死小子。底下那一小片叫传灯纹，看的是你晚年过得怎么样，还剩几分福气能清清白白地传给子孙。还有刚才教你们的那7步，你们也千万别忘了。第一，自己摊开手好好看清楚。第二，
去问问家里老人当年那些没人知道的善事。第三，这个月里偷偷去做一件不留名的好事。第四，以后家里再让你扛事，心平气和地说破它，绝不抱怨。第五，找一个当年扶过你的人，默默去还他一份情。第六，把祖上的那些真事平平淡淡地讲给下一代听，绝不要去摆长辈的架子训话。第七，每个月初一找个小本子，把你做过的好事、忍下的脾气记上一行。这几步不费钱也不费事，你只要去做了，契机就转了。最后我要讲一句最要紧的话，你们一定要听进心里去。刚才说的这4个地方，你一处一处的对自己手心对下来，要是发现这4处都不明显，甚至一道都找不着，你先别难过，听我把话讲完。手心上的纹确实是先人存的福报，可是你这本存折的户名清清楚楚印着的是你自己的名字，你手上现在没有，只说明前面几代人日子苦，没机缘，没往里面存下什么东西，但绝不说明你这个账户是死的。今天你开始照着我说的去做，你往里存下第一笔隐秘的福报，那你就是你们家这盏灯的头一个人。佛法讲得很清楚，万法唯心造。咱们中华文化里多少名门望族的深厚阴德，就是从某一代某一个连饭都吃不饱的穷苦人身上开始攒起来的。你想想看，凭什么这个开创家运的人不能是你？老天爷把这么个干干净净的空账本交到你手里，就是盼着你亲自提笔写所以我告诉你们，这世上最好的风水，不是你去求神拜佛，也不是你到处找人算命，最好的风水就是你自己的那颗心。人这一生最大的改命，不是改变外面的环境，而是改念、改行、改因。你的念头一转，你的行为一变，你种下的因就完全不同了，那结出来的果自然就跟着变了。今天你看完这个视频，你把这段话转给你们家里那个总觉得自己命苦的人，转给那个把家里的事全扛在肩膀上天天叹气的人，或者转给那个晚年冷冷清清孤孤单单的老伙计，你这不经意的一句提醒，可能就让他一瞬间幡然醒悟，让他把在心里憋屈了半辈子怨了半辈子的那笔烂账彻底给看明白了。你们要晓得，这就是你在积福，这正是那种没花1分钱也没有外人知道的阴德。咱们老话讲，赠人玫瑰手有余香，你动动手指拉别人一把，就是在往你自己的存折里存本金。如果你觉得我今天讲的这些大白话对你们家有一点点帮助，请你动动手指给这个视频点个赞，点个关注。就像我刚才说的，你每一次转发都是在替自己和身边最爱的家人积攒福报。另外，我希望今天听完课的朋友都能在评论区留下一句话，留什么呢？就留这10个字：愿祖上安好，愿子孙有福。为什么要你们写下来？因为文字是有力量的，人的念头是有巨大能量的。当千千万万个心存善念的人把这句祈福的话汇聚在这个地方，那形成的正向能量场，它的威力不可思议。你写下的这句善言，这颗种子最终全都会化作福气，清清白白地回向到你自己，回向到你家里子子孙孙的身上。